在绝密单位隐姓埋名6年，上面终于通过了我的探亲申请。我满心激动地来到丈夫沈秋洲的公司楼下，就看见本该在学校上课的女儿，正满脸怯生生地缩在路边，对面站着个牵着小男孩的女人，正对着她厉声呵斥，翻来覆去地骂她不懂规矩、没家教，蛮横地逼她当众弯腰鞠躬，给身边的小男孩赔礼道歉。看着女儿在对方的威逼下，浑身抖得像片落叶，眼圈通红，却死死咬着牙，不敢掉泪，真的要弯下膝盖顺从对方的要求。我瞬间怒火中烧，几步冲上前去，反手一巴掌狠狠抽在女人脸上。女儿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小脸煞白，满眼惶恐地催我快走。阿姨，你快逃吧！你打了我爸爸的助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强压着翻涌的怒火，他只是你爸爸的助理，怎么敢这么逼你？刚才被百般羞辱都没哭的女儿，听见这句问话，眼圈瞬间红透，却还是不敢多说一个字，只顾着一个劲地推我，让我赶紧离开。对方这时捂着脸起身，小可爱，今天你哪儿都去不了，在京都我们总就是天，你打了我，那等同于把天捅了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将电话打给丈夫。我听你的助理说，你是京都的天，那今天我要将这天翻了。我现在只想好好问问沈秋洲，她究竟是怎么管的女儿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是从哪儿搞来的我的电话号码，单凭这句威胁，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。电话里，我丈夫的声音冰冷刺骨，下一刻，电话直接被掐断，快到我根本都还没有来得及回上一句话。我错愕地举着手机，一时间呆滞在当场。他不仅没能听出我的声音，而且还没认出电话号码。这手机号可是我6年前的旧号，而他甚至连备注都没有存。6年的朝思暮想，直接给了我当头一棒。丈夫的助理顿时满脸讥讽：“小可爱，我还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，没想到只是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小丑。”我紧攥着拳头，强压住怒火。我还以为这里面有什么误会，现在我的心终于彻底沉了下去。也对，整整6年，我杳无音信，只能在那处连卫星都检测不到的地方，天天重复做着各种实验。可在我临走的时候，他明明已经答应好了，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。但当初我印象中开朗爱笑的女儿，等到了亭亭玉立的年龄，现在因为营养不良，消瘦的犹如随时会夭折的黄花，那满脸的怯弱之色，宛若一把刀直扎到我的心里，让我心脏忍不住一阵抽搐。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我含泪牵起女儿的手，准备先带着她离开这里。这6年亏欠，我一定要好好弥补回来。我要她重新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公主。你刚才打了我，还打电话威胁了沈总，现在想走，你走得了吗？难不成你还想禁锢我的自由？自由？在京都你跟我谈自由，我告诉你，在这儿哪怕你呼吸的空气都得姓沈。张一晨猖狂地狞笑道，我的脸色变得异常阴沉。这些年我在那个地方为国鞠躬尽瘁，上面为了补偿我的付出，暗中对沈秋洲定然帮扶了很多，可没想到竟将他们养得这样飞扬跋扈。就在张一晨喊来保安要把我围起来的瞬间，女儿突然从我手里挣脱出去，对着张一晨深深弯下腰。张阿姨，求求你放过这位阿姨吧，她根本不认识你和爸爸，才不小心得罪了你们，所有错我都担着，我给你们道歉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这可是我日思夜想，晚上得将她的照片放在心口处才能踏实睡着的宝贝女儿，如今竟要对着一个仗势欺人的助理卑微到尘埃里去低头。这6年我欠了他多少啊？张一晨满脸不屑，他身边牵着的小男孩眼珠一转，你想替他道歉，行啊，我这限量款的无人机刚才被他碰掉地上脏了，你想办法给我搞干净就好。好，我这想办法。我女儿连忙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捧起那架价格不菲的无人机，小男孩却突然把无人机拿了过来，并且把它重新放回到满是灰尘的地面。你别用袖子擦，这地上和飞机上都是灰尘，等会儿飞机变得更脏了，你得想办法给我把上面的灰擦干净，一点印子都不能留。我女儿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小天，我可是你的姐姐。我不认识你是谁啊？我妈说了，你就是一个小可爱，只有我才是沈家唯一的少爷。怎么说？没办法，我就让张阿姨来解决了。女儿含着泪看了我一眼，真的要伸出手去蹭那沾满尘土的无人机。我再也忍不住，一把夺过那架无人机，狠狠摔在地上。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我心痛的几乎难以呼吸，双眸猩红的盯着他们。我没有想到沈秋洲已经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在跟我还没有离婚的前提下还生孩子。我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孩子会这样欺辱我们的女儿。沈秋洲，哪怕你已经变心了，但是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小颖？你敢摔碎我的飞机？张阿姨，我要他赔我的飞机，你赔我一模一样的新的。小可爱，看来你生怕自己嘎得不够快，还敢得罪小少爷，人呢？张一晨愤怒地咆哮道：“你们没有看到小少爷让人欺负了吗？一个个都嘎了不成？
这些躲在暗处的保安只能对视一眼，朝我围了过来。给我动手教学一下，出了事儿算我的。张一晨命令道。我勉强地挡住2个人，却被其中一个人用棍子后背踢在地上。围观的这些人见状，没有一个敢上前阻拦。这个姑娘的胆子实在太大了，她招惹谁不行，竟然招惹了王家这个小少爷。沈总有多么宝贵自己这个儿子，整个京都谁不知道？他今天算是完了，这就是不自量力还强出头的下场。要怪就怪他自己，明明没有什么实力，还学别人伸张正义。他们眼神中有的充满着怜悯，有的则带着讥讽。女儿哭着扑过来想护住我，却被张一晨粗鲁的一把推开，踉跄着差点摔倒在地。他看着蜷缩在地上挨打的我，死死咬着嘴唇，转身蹲在地上，一片一片捡起被摔碎的无人机碎片，用自己的袖口反复擦拭着上面的灰尘。小天，我把飞机拼好擦干净，给你新的，你让他们住手好不好？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我不想要这个了，我早就不想要了。我女儿浑身一颤，难以置信地说道。可你刚才明明答应了，我擦干净你就放过他的。小少爷是答应放过他，可现在下命令的是我可没答应要就此结束呀。我女儿满脸绝望，下意识地看向张一晨。张一晨一脸的得意之色，还凑上前来，朝我的身上补了2脚。小少爷说的没错，他敢摔小少爷的飞机，我张一晨第一个不放过他。我女儿脸上顿时没有了血色，她那双本来水灵灵的眸子，彻底让这险恶的人心击碎了全部希冀。我趁着这个机会，一个翻身将张一晨拉倒在地上。等到保安将我拉开，他已经几乎没有了人样。正在这时，道清冷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我抬起头来，眼神正好跟沈秋洲的眼睛对上。他在一群人的簇拥下，快步来到我的跟前，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眸中充满着一抹不可思议。蒋安然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我还活着，让你很失望吧？我死死地盯着沈秋洲，不得不说，哪怕6年没见，沈秋洲还是一如既往的英俊，岁月仿佛在他的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还是当初我们结婚时的样子。若是说唯一的变化的话，那就是曾经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已经变得陌生还有冰冷。你是妈妈？我女儿难以置信地盯着我，突然间她飞扑到我怀里，撕心裂肺地痛哭了起来。妈妈，我好想你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我天天都会梦到你，可爸爸把你的照片全都烧了，我都梦不清楚你的样子。沈秋洲，这6年我没有回来，你变心了，跟了别人，我都不怪你。可我的女儿有什么错？你凭什么这么对她？沈秋洲冷哼了下，说道：“莹莹也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对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也轮不到你说3道4。蒋安然，你既然回来了，那正好把我们的离婚手续办了。”场中正在围观的这些人顿时沸腾了起来。这个人竟然是沈总的妻子！什么狗屁妻子？那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？现在谁不知道沈总跟王小姐在一起，还生了孩子？以王小姐对沈总喜欢程度，她还不如早点死了。一旦落入到王小姐的手里，恐怕真的要生不如死了。我没有理会这些嘈杂的讨论，深吸了口气。可以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。小可爱，你不会看我们家沈总的公司搞得这么大，准备狮子大开口吧？我劝你还是熄灭了这个念头，否则小心将自己给撑死了。我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转头盯向沈秋洲说道：“第一，我要你将当初我妈妈给你的嫁妆还回来。”沈秋洲皱着眉头，从包里翻出一个墨色的吊坠。你是说这个破吊坠？在看到这吊坠的时候，我目光微微一颤。这是我妈在弥留之际亲自给沈秋洲系上，嘱托我们要好好在一起。沈秋洲盯着这吊坠，眼神中闪过一抹追忆，但最终还是微微点头，将这吊坠随手丢到我的跟前。我赶忙捡了起来，仔细地擦拭掉上面的灰尘。你还有什么条件？赶紧说。沈秋洲不耐烦地问道。第2个条件，我要你将莹莹的抚养权还给我。这不可能，莹莹是我女儿。我恨得牙眦剧烈，几乎吼了出来道：“你还有脸说莹莹是你的女儿？你要是真的拿她当自己的女儿，你会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你的助理，被你的儿子这般欺辱。这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你少说的这么难听。蒋安然，我劝你不要蹬鼻子上脸，趁早将离婚协议签了，否则在京都我有100个办法让你同意离婚。爸爸，你不要说妈妈了，我不跟着他走了。我女儿跪在地上哀求道。我将女儿从地上拉了起来。莹莹，记住，他以后不是你的爸爸了。这种男人不配你低头。已经彻底打散了我们最后残余的情谊。小可爱，
沈总不配，你难道配？莹莹至少是沈总养大的，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，你现在自己都快养活不起自己了，还能养活得起沈总的女儿吗？张一晨冷笑地打量着我，不屑地说道：“你想带走莹莹，可以，那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养活她的实力。否则，你转头将莹莹卖到了那些穷山沟里，自己再次玩起了失踪，怎么办？”你想怎么看我的实力？我冷冷地攥紧着拳头问道。我这一次由于太想见到他们父女俩了，穿的还是实验室内的旧衣服。这衣服看起来破破烂烂，但是不仅能够防辐射，还能防弹。在刚才那么多人的群殴下，我只是看起来有点鼻青脸肿，身上没有多少伤。你有什么那就全拿出来，让我们也好开开眼。张一晨讥笑道：“妈妈，我这些年偷偷存了10万块钱，都在这张卡里。我吃的很少，而且还会喂狗喂猫，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。”我好不容易止住了眼泪，再次流了下来，温柔地将这张卡重新放回他的兜里，沙哑地说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妈妈会让他们好好开开眼的。”我深吸了口气，直接拨通了那个电话。哈哈，安然，你好不容易回趟家，不好好的跟老公温存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电话那头轻笑道：“领导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下。我的丈夫已经跟别人组建了家庭，还有了孩子。我想要回女儿的抚养权，可他们想要看看我的实力。”张一晨一把将我的手机抢夺了过去。老可爱，你就是蒋安然那小可爱的领导，他要你在我们沈总面前亮亮实力，真的笑死我了！我借你2个胆儿，你个老可爱敢来吗？电话那头，我领导整个人愣住了。好，那你的胆子我借了，现在我就派人过去。说完，直接挂掉了电话。蒋安然，你找的人跟你一样只会装样子，还说他派人过来，他一会儿不会派几个你的同事，让我好好的开开眼吧？蒋安然，趁着我还没有生气，现在签好离婚协议滚，否则的话，一会儿你想走都走不了了。沈颖，你跟我回来，记住，你以后没有妈妈了。我女儿紧紧地拉住我的衣角，不愿意离开，但是在沈秋洲逼迫的眼神中，只能弱弱地低下头来，松开我的衣角，犹豫地走了过去。我轻轻地将她拉了回来。我的宝贝，你以后不用再怕任何人，至少在这个国家，没有人敢伤害你。小可爱，你装什么装？我们沈总就是京都的天。那这天要翻了。我的话音落下，那这天要翻了。我的话音落下，突然间，一阵飞机的呼啸音响起。你们快看，天上的这是什么飞机啊？这好像不是民用的飞机啊，怎么飞得这么低？在他们不可思议的注视下，这几架飞机稳稳地停在迎面而来，场中的全部人在这一瞬间都变了脸色。张助理，上面有通知会有飞机降落在我们公司门口吗？沈秋洲心中顿时生出一股不妙的感觉。我没有收到通知啊！张一晨脸色难看地说道。他上前准备问问怎么回事。在这时，飞机的机舱门打开，从上面快速下来10几个人。请问那位是蒋专家？我走了过去。蒋专家，我们奉命让他们看看蒋专家的实力，还有刚才领导下达指令，问是谁刚刚在电话里说要借他2个胆的，我前来取胆。张一晨瞬间让吓得脸色惨白，躲到沈秋洲的身后。沈总，救我！沈秋洲深吸了口气，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是沈氏集团的沈秋洲，我们沈家可是市值100亿的企业，而且我的伴侣还是京都4大家族之一王家的大小姐王寒薇。哦，这人微微点头。沈氏集团，还有京都王家，请问你还有什么后台？沈秋洲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冷汗慢慢的流了下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沈氏集团背后可是由白家、张家2家京都老牌家族投资控股的，你们总不会连这2大家族的面子都不给吧？白家、张家，请问还有吗？他们这几番对话落下，场中一片哗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对面不是问沈家的后台，而是要清算全部人啊？这不可能！国内有哪个家族敢一次性针对沈白、张王这4家的？可万一不是哪个家族，而是上面的人呢？随着这个人说完，场中罕见的沉默了下来。蒋安然，离开家这6年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轻轻一笑，抬头看着这高耸入云的沈氏集团的大楼，嘴角微微上扬起一抹嘲讽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沈秋洲，你不会真的以为，在我走了之后，你是自己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支撑起这么大一个集团的吧？”沈秋洲的瞳孔微微收缩，他终于想了起来，在蒋安然离开了没有多久，自己就遇见了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。
自己本来只是一个销售部的小员工。那一次在跟对方谈合同的时候，对方对自己表现十分满意，劝说自己出来单干，他愿意给投资。自己那个时候只想踏实的将女儿抚养成人，根本不敢冒这个风险。可是架不住对方给画的各种大饼，在对方的不停劝阻下，自己终于鼓起勇气尝试了创业。没有想到自己一旦创业，有种运来天地皆同力的感觉。在创业初期，自己便拿下了那些大企业做梦都拿不下的单子。张、白两大家族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自己这个小小的公司，他们一家拿出了1个亿，对公司进行投资，而且只占公司20%的股份。那时自己这个小小的公司全部资产加起来才不过几百万而已。这件事情一下子轰动了整个京都，一直到遇见王寒威，自己沉迷于对方的温柔之下，逐渐忘记了蒋安然。后来随着沈氏集团在京都站稳脚步，自己竟忘记了太多事情。难道这些都是你在暗中帮的我？沈秋洲不可思议地说道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真的是你的话，在我遇见韩辉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出来阻止？我只是轻轻摇头，已经懒得跟他解释太多了。蒋专家，现在是否可以开始展现你的实力了？开始吧。指尖生生地扣到了肉里。蒋安然，你少在这吓唬我！这里是京都，我不信在京都你还能翻了天！我现在就打电话，看看你究竟是什么牛鬼神神！说着，沈秋洲拿起电话，犹豫着要给谁打过去。在这时，突然间一串号码打中。沈秋洲，他宝贝的响矢，你赶紧自己去，为什么要拉着老子陪葬啊？张家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年你是不是过得太舒坦了，忘记你原来只是一个给人当牛做马的小职工了？张家主咆哮连连地说道。我没有忘记，可张家主，对方到底是什么背景，连你都得罪不起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只知道当初上面的人给了我一个命令，让我想办法帮帮你，我只能屁颠屁颠的投资你的公司。可现在我上面的人在电话里面把我骂得狗血淋头，问我到底干了什么，牵连的他让领导一顿臭骂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对方直接挂掉了电话。沈秋洲已经傻眼了，在挂掉张家主的电话同时，白家家主的电话打了进来。白家家主的态度更加暴躁，说一旦他们白家活不下去了，他死也要拉着自己陪葬。沈秋洲颓废地坐在地上，张一晨赶紧上前将他搀扶起来，紧张地问道：沈总，蒋安然那个小可爱到底请了哪尊大神啊？完了。沈秋洲苦涩地喃喃自语着，一切都完了。张一晨紧皱着眉头，心里暗骂，这穷人乍富果然不行。手机突然间传来一条提示，不是吧？在看完提示的消息之后，张一晨同样脸色煞白地跌坐在地上。张家、白家联合声明要从沈氏集团撤资，而且拒绝再跟沈氏集团有任何合作。沈家的股票一落千丈，无数个部门联合声明，他们查出沈氏集团存在诸多问题，通知沈氏集团停业整顿。这京都的天真的翻了。沈总，快求求王小姐！王小姐可是你的伴侣，她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对，韩威一定会救我的。沈秋洲的眼中重新恢复了几分希冀，赶紧给王寒威打了过去。但是电话还没有打通，只见远远的一辆车驶入到沈氏集团的门口，那车还没有停稳，一个人影便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越过他们两人，连滚带爬的冲到我的跟前，苦苦哀求着：蒋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沈秋洲是你的丈夫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。老婆，你跪他干什么？你害死老娘我了！要不是你骗我，你的老婆已经死了，老娘我能跟你在一起？不是吧，王小姐竟然打了沈总！你们难道还没有看出来，王小姐恐怕已经自身难保了？这个沈总原来的老婆，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围观的这些人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这一幕，沈秋洲一下子让打懵了。他身边的小儿子王一天拖着扑向王寒威：妈妈，你为什么打爸爸呀？他们都欺负爸爸，你快帮爸爸报仇啊！要不是当初怀了你，我怎么会嫁给这个骗子？你跟你爸一样，都是来害我的！王寒威歇斯底里的吼道。小天儿！沈秋洲慌忙冲过去，把儿子抱在怀里。哭什么哭？闭嘴！王寒威狠狠瞪着他们父子俩，眼里满是怨毒，转头继续朝我跪着，头狠狠地磕在地上。蒋小姐，我真的是鬼迷心窍，才让沈秋洲骗了你。对他是打是杀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真的是无辜的。他苦苦地哀求着，一直到磕得头破血流都不敢停下。我只是平静地盯着他，拉起女儿的手，转身朝着飞机走了过来。安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愿意回来跟你继续过日子，以后我一定乖乖的做你的丈夫。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我平静地盯着他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没有任何留恋，直接坐上了飞机。
只留下沈秋洲一个人颓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当然，还有人比他更撕心裂肺。这时，张一晨脸色煞白地瘫在地上，他哪怕再傻，也明白自己得罪了一个自己完全得罪不起的人物。他浑身颤抖个不停，看着朝着自己围过来的几个人，一股尿臭味顿时弥漫在空气里。张一晨他的胆是保不住了，这可是他亲口说的，要借人胆用，他哪怕不想履行诺言，都有人会让他强行遵守的。我带着女儿回到实验室之后，很快有人将张白王三大家族的结局跟我说了。当初张白这两大家族因为得到指示要暗中扶持沈秋洲，结果他们只是简单的投钱给资源，导致沈秋洲逐渐失去本心。这两大家族的核心项目全部让收回，直接伤筋动骨了。至于王家，因为这件事情，其他家族哪个还敢跟他们继续合作？王家的族长壁虎断尾，直接将王寒威驱逐出去。王家变卖了大部分家产，这才勉强保住了全家的性命。在我离开之后，沈氏集团很快便遭遇到破产清算。沈秋洲抱着自己的小儿子王一天，想要找王寒威收留，但让王寒威直接被打了出去。在绝望之下，他最终走上了绝路。可没有想到，王寒威仍旧没有任何动容，连后续的后事都不愿理会。我女儿跟着我来到了实验室，好奇地盯着这里。妈妈，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吗？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。对，以后你跟妈妈就生活在这里，这里有最好的教育资源，只是没法轻易出门了。只要能跟妈妈在一起，我就很开心。我女儿甜甜地笑道。师傅，你看小影这么小就没了爸爸，这怎么行啊？歌里唱得好，没有爸爸的孩子像根草，我觉得我就适合当小影的爸爸。那个天天在实验室里缠着我的小徒弟凑了过来，他那满脸笑容，几乎要把对我的图谋不轨都写到脸上了。我翻着白眼说道，但我这小徒弟丝毫没有退缩，亲昵拉着小影的手。嘿嘿，这件事情你说了不算。小影，我做你的爸爸好不好啊？可是当初我爸爸找了新的妈妈之后，那个妈妈本来也说要对我很好的，但是慢慢的她就变了。你是说王寒威那个女人？我记得她原来还想跟着我混，但我看她人品不咋样，直接让我骂走了。这种不入流的玩意儿怎么能跟我比啊？爸爸找的伴侣只是眼前这个哥哥的小弟的小妹儿，可眼前这个哥哥他又是妈妈的徒弟，还又上赶着非要做自己的爸爸，那自己的妈妈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这关系好乱，但是妈妈好强啊。基地分配的家属院是一套带小院的2居室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沈影僵在了门口。暖光灯铺满客厅，沙发铺着软乎乎的绒布，茶几上摆着满满一果盘零食。左手边的卧室里，粉色墙布、公主床，摆满绘本的书桌，衣柜里挂满了全新的衣服。墙角的置物架上，航天模型和玩偶摆得整整齐齐。沈影站在门口，迟迟不敢迈步。妈妈，这真的是给我的吗？我可以碰吗？蒋安然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，牵着她走进房间。这里的一切全都是你的，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不用问任何人，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莹莹，记住，在这里你不用讨好任何人，不用低头，不用道歉，只管开开心心做自己就好。那是沈影记事以来第一次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。最初的半个月，他改不掉在沈家养成的习惯，吃饭只敢夹面前的青菜。蒋安然把排骨夹到碗里，他会立刻站起来鞠躬说谢谢，用完的东西必定原封不动放回去，生怕碰坏了挨骂。夜里总做噩梦，凌晨哭着惊醒，嘴里反复念着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蒋安然没有急着纠正他，只是推掉了所有非必要的加班，每天准时回家给他做小时候爱吃的菜，陪他写作业，听他讲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心事。夜里他做了噩梦，就抱着他坐在床上，讲戈壁的星空，讲实验室的趣事，直到他安稳睡去。他还联系了基地专属的心理医生，周末带着他去医生的花房里喂猫，慢慢引导他把委屈和恐惧说出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沈影身上的惬意一点点褪去。他会在蒋安然加班晚归时，用保温杯温着热牛奶等他回家，会主动挑自己喜欢的小裙子穿，再也不会小心翼翼地问妈妈我可以穿这个吗？陆泽是家里的常客，最开始他拎着零食和拼了半个月的航天模型站在门口，嬉皮笑脸地喊师傅，我来给小影送见面礼，绝不打扰你们。那时沈影一听见陌生男生就躲到蒋安然身后，他也不恼，放下东西就走，从不说要当爸爸的越界话，只守着分寸默默守护。他会算着蒋安然加班的日子，提前做好营养餐送到实验室，周末带着沈影逛基地科普馆，给他讲火箭升空的原理。在沈影被同学议论没有爸爸时，蹲下来温柔地告诉那个孩子，小影有全世界最厉害的妈妈，还有我这个哥哥保护她。沈影对他的称呼，从躲在妈妈身后不说话，到怯生生的陆泽哥哥，再到后来会主动拉着他的手，让他教自己拼模型，眼里的戒备终于变成了全然的信任。开学3个月后，
他的话，我的妈妈是超级英雄，拿了学校画画比赛1等奖，举着奖状扑进蒋安然怀里，仰着小脸，眼睛亮得像剩了星空。蒋安然把奖状贴在他的床头，看着女儿安稳睡着的模样，嘴角满是温柔。他以为日子会这样在暖阳里慢慢走下去，却不知道千里之外的京都，一场恶意正在悄然滋生。城中村的出租屋里，被王家驱逐的王寒薇看着电视里一闪而过的基地徽章，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沈秋洲旧部的电话。想不想给沈总报仇？我们一起把蒋安然从云端狠狠拉下来。而远在戈壁的蒋安然对此一无所知，只在第2天清晨看着沈颖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和同学走进学校，回头冲他挥手，笑得一脸灿烂。朝阳从戈壁尽头升起，金色的光洒满大地，他笑着挥手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谁也别想再伤他的女儿分毫。变故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周五下午，蒋安然正在实验室调试设备，手机突然急促响起，是学校老师打来的。蒋女士，您快来一趟！颖颖放学路上被人尾随了，现在整个人都在发抖，我们怎么劝都没用。蒋安然手里的镊子当啷一声掉在实验台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有一个念头反复回想：有人吓到了他的女儿。他几乎是冲出实验室的。陆泽看他脸色惨白，二话不说，抓起车钥匙跟上去，一路把车开得飞快，10分钟就赶到了学校。保卫室里，沈颖缩在椅子上，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怀里紧紧抱着书包，眼神空洞。看到蒋安然推门进来，他猛地扑过来，死死抱住妈妈的腰，哇的一声哭出来：“妈妈，他们跟着我，说要带我去找爸爸，说你是骗子。”骗子很快就要被抓起来了。抱着怀里抖成一团的女儿，心口的怒火瞬间烧到极致。他本想给过往留最后一丝体面，可有些人偏要找死，敢把主意打到他女儿头上，那他就不介意把这些残余的烂根彻底从土里拔出来。陆泽调了学校门口的监控，画面里2个男人一路尾随沈颖，把他逼到墙角，不停言语恐吓，直到保安赶来才仓皇逃走。他立刻把截图发给基地安保部门，冷着脸说：“师傅放心，这2个人还有背后的人，我一定给你揪出来。”事情的发酵比蒋安然预想的还要快。当天晚上，网上铺天盖地出现了大量抹黑他的帖子，一名账号拿着沈家破产的事大做文章，编造谣言说他婚内失踪6年，靠不正当手段搞垮前夫公司，抢夺女儿抚养权，甚至捕风捉影，造谣他的科研项目挪用国家经费，存在重大违规。发帖人精准抓住了他身份涉密，不能公开工作细节的痛点，把自己包装成知情人，煽动舆论。短短几个小时，相关话题就冲上了热搜，无数不明真相的网友跟着谩骂，甚至有人扒出了基地的大致位置，扬言要举报这个骗子专家。出租屋里的王寒薇看着不断上涨的话题热度，笑得面目扭曲。蒋安然，你不是有国家护着吗？我倒要看看，在舆论面前，你能不能保住你的名声，保住你的工作。实验室里，陆泽看着网上的污言秽语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就要注册账号下场反驳，却被蒋安然拦住了。他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寒水，拿起手机。领导，我申请介入处理本次涉密科研人员恶意造谣事件，有人诋毁国家级涉密项目，煽动舆论，泄露基地信息，已经触碰了红线。安然，你放心，组织上已经知道了，你为国主盾，我们绝不能让你受这种委屈。半小时，我给你一个交代。挂了电话，蒋安然转身抱住满眼担忧的沈颖，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。平宁别怕，妈妈做的事儿是对的，国家会给我们公道。妈妈，我不怕，我知道你是英雄，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。她再也不是那个只会哭着道歉的小姑娘了。妈妈给的爱和底气，让她知道面对恶意不用低头，不用害怕。半小时后，全网震动，所有造谣账号被永久封禁，相关话题全部下架。人民日报、新华社等官媒同步发布通报，措辞严厉，多名用户恶意诋毁国家级涉密科研人员，编造虚假信息，抹黑国防科研项目，已涉嫌违法犯罪。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，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国家安全重于泰山，为国奉献者绝不容许任何诋毁与污蔑。通报发布的瞬间，网上的谩骂声瞬间消失，跟风网友纷纷删帖道歉。所有人终于明白，他们诋毁的不是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女人，而是隐姓埋名为国奉献的国之栋梁。紧接着，张家、白家残余产业被立案调查，当年偷税漏税、违规操作的实锤被全部放出，仅剩的公司直接破产清算，参与尾随、造谣的人员当天就被警方抓获。始作俑者王寒薇在出租屋里被戴上手铐。3天后，蒋安然在看守所会见室见到了王寒薇，隔着玻璃，王寒薇穿着囚服，头发凌乱，早已没了豪门大小姐的金贵，咬牙切齿地问：凭什么？你凭什么什么都有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你？我拥有的一切是我在实验室里熬了无数个通宵拿命拼出来的。我隐姓埋名6年，打破国外技术垄断，护住了国家的国防安全，国家自然护着我。而你走到今天，全是你自己为虎作伥，丢掉底线选的。王寒薇瞬间崩溃，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。
蒋安然站起身，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转身离开了会见室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过往所有恩怨在这一刻彻底了结。当天，基地为蒋安然举办了内部庆功会，他牵头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完成最终技术突破，打破国外30年技术垄断，项目组荣立集体1等功，他个人荣立1等功。庆功会上，他牵着沈颖的手走上台，台下掌声雷动，沈颖站在妈妈身边，眼里满是骄傲。人群里的陆泽看着台上闪闪发光的母女俩，嘴角扬起温柔的笑意，眼里满是藏不住的敬佩与欢喜。他的师父永远一身风骨，满心家国，温柔又强大，他会一直守着他，守着他想要守护的一切。风波过后，日子重新回到了安稳的轨道。沈颖升上了5年级，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，成绩稳居年级第1，还加入了学校的航模社团，成了社团里最小的技术骨干。她再也不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了，会在课堂上举手反驳老师的错误，会带着同学一起做航模比赛，会在同学遇到困难时主动站出来帮忙。可蒋安然还是发现了她的不对劲。那段时间，沈颖总是心事重重，写作业时常走神，夜里也翻来覆去，睡不安稳。蒋安然没有逼问，只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，端着切好的水果走进了她的房间。小姑娘正趴在书桌上看着日记本发呆，看到妈妈进来，慌忙把本子合上，眼神有些闪躲。蒋安然坐在她身边，轻轻摸了摸她的头。莹莹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跟妈妈说说好不好？沈颖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。妈妈，我同学他们都说你6年都不回来看我，是不是不爱我啊？她慌忙摆手解释。妈妈，我没有怪你，我就是想知道那6年里你到底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？你有没有想我？蒋安然的心猛地一揪，她一直以为给女儿足够的爱和安全感，就能抚平分离的伤痕。她把沈颖抱进怀里。莹莹，妈妈从来没有一分费秒不想你。这6年，我每一天都在想我的宝贝有没有好好吃饭，有没有受委屈。不是妈妈不想回来，是妈妈不能，因为妈妈的工作是国家最高等级的涉密工作，妈妈工作的地方连卫星都检测不到，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，不能打电话，不能写信，更不能回来看你。莹莹，你想不想看看妈妈这6年到底在做什么？沈颖用力点头，眼里满是期待。第二天，蒋安然向基地提交了涉密信息有限解密的申请，审批很快下来了。他牵着沈颖的手走进了基地最核心的保密室，厚重的金属门缓缓打开，恒温恒湿的档案室里，一排排档案柜存放着他这6年所有的工作记录、实验日志、项目报告，还有那些写了又封永远寄不出去的家书。蒋安然戴上白手套，从档案柜里拿出一个厚厚的铁盒子，放在沈颖面前轻轻打开。盒子最上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4岁的沈颖扎着羊角辫，坐在草地上举着野花，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。照片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发白，显然是被人反复抹撒了无数次。妈妈把这张照片贴身带了6年。蒋安然的声音有些沙哑，每天晚上收工都要拿出来看看，我的宝贝有没有长大一点。沈颖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，伸手轻轻摸着那张照片，指尖微微发抖。盒子里是一摞厚厚的实验日志，从第1本到最后1本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数据，2190个日页，没有一天中断过。有的页面字迹工整，有的潦草凌乱，甚至还有咖啡字和不小心滴落的血字。蒋安然指着其中一页，沈颖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那一页的空白处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小小的蛋糕，旁边写着一行极小的字：颖颖，6岁生日快乐，妈妈爱你。保密室里很安静，只有蒋安然温柔的声音，一点点揭开了那6年不为人知的过往。他给女儿讲，基地在荒漠深处，冬天零下20多度，他和同事裹着军大衣在实验台边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，手脚长了冻疮，却连搓手的时间都没有。夏天戈壁40多度的高温，他们顶着高温守着设备记录数据，一天下来衣服能凝出水来。他给女儿看那些写了又撕了又写的家书，信里全是对女儿的思念和愧疚，写着等妈妈完成任务就回去陪你，再也不离开你了。给女儿讲项目突破的那天，整个实验室的人抱在一起哭，他们终于打破了国外的垄断，让我在这个领域有了自己的话语权。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站在戈壁的星空下，拿着女儿的照片哭了很久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前还怪过你，我不该怪你的。你是超级英雄，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妈妈。傻孩子，该说对不起的是妈妈，妈妈欠了你6年的陪伴。妈妈选择为国奉献，也是想给你一个更强大、更安稳的国家，让我的女儿永远不用再受任何人的欺负，永远可以活在阳光里。那天，母女俩在保密室里待了整整1个下午。沈颖看完了妈妈6年里的所有日志，看完了那些写满思念的家书，也终于彻底懂了，妈妈这6年的分离，不是不爱，而是最深的爱，最伟大的坚守。走出保密室的时候，夕阳正落在戈壁的尽头，把天空染成了温柔的橘色。沈颖牵着蒋安然的手，抬头看着她。妈妈，
我长大以后也要像你一样，做一个科学家，做一个能为国奉献的人。我也要像你一样，保护你，保护我们的国家。蒋安然低头看着女儿眼里闪烁的和自己如出一辙的光，笑着点了点头。戈壁的风拂过，带着落日的温度，6年的亏欠与心结，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。他的宝贝终于懂了他的坚守，而他的坚守也终于有了最好的传承。日子一晃就是3年，沈颖升上了初中，成了基地附属中学里有名的学霸，文化课稳居年级榜首，航模比赛拿遍了全国奖项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开朗自信，眼里永远带着明亮的光，再也找不到半分当年怯生生的影子。蒋安然也成了基地里最年轻的总工程师，牵头负责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，成了国内该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。他依旧常年泡在实验室里，依旧严谨认真，只是眉眼间少了几分当年的冷冽，多了几分温柔的烟火气。而这份温柔大多来自那个始终守在他身边的人，陆泽。3年里，陆泽从当年吊儿郎当的小徒弟，成长为了蒋安然最默契的左膀右臂，成了能独当一面的科研骨干。项目上遇到技术难题，他总能第一时间给出解决方案。实验有风险，他永远第一个冲在前面，把蒋安然护在身后。蒋安然熬通宵加班，他永远会提前做好夜宵温，在保温杯里放在他的实验台边，只留下一张师傅记得吃饭的便签，从不打扰他的工作。他从没有越界的举动，也从没有说过惊天动地的情话，只是把所有的温柔和守护都藏在了日复一日的细节里。他记得沈颖的生日，提前半个月准备好他心心念念的航天模型，记得蒋安然所有的饮食喜好，他不吃香菜，胃不好不能喝冰的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沈颖开家长会，蒋安然走不开，永远是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，认认真真去参加，把老师的话一字一句记下来。沈颖生病发烧，他通宵守在医院，跑前跑后，比谁都上心。蒋安然不是铁石心肠，她被沈秋洲伤透了心，6年分离换来的是丈夫的背叛和女儿的遍体鳞伤。她早就对感情死了心，这辈子只想带着女儿好好过日子，再也不想触碰情爱。可陆泽的出现，像戈壁里的晚风，温柔坚定，不疾不徐，一点点吹散了她心里的寒冰。真正让她彻底放下心防的是那次戈壁深处的采样事故。那天，蒋安然带着沈颖去基地外30公里的戈壁采集地质样本，因为沈颖刚在学校学了地貌学，所以缠着妈妈想要亲眼看看戈壁的岩层。好，好，好，妈妈明天带你去。不过你要答应妈妈，到了戈壁不能乱跑，得踩着妈妈的脚印走。知道啦。在去戈壁的路上，沈颖手里还攥着画满标记的笔记本。陆泽本来要跟着，却被临时叫去处理核心设备故障，只能反复叮嘱他们，记得按时回来，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回基地。戈壁天气说变就变。临走前还往沈颖书包里塞了2块钱。谁料午后突然刮起了黑风暴，黄沙遮天蔽日，能见度不足3米，越野车陷进了松软的沙坑，通讯设备也被风沙打坏，彻底失去了信号。蒋安然把沈颖紧紧护在车后座，紧紧抱着她。可戈壁的气温骤降10几度，沈颖还是冻得嘴唇发紫，开始小声咳嗽，紧紧抱着妈妈的胳膊发抖。就在蒋安然几乎绝望，准备抱着沈颖徒步往基地走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了越野车的轰鸣声。陆泽顶着能把人吹走的狂风冲了过来，他的车身上满是沙尘，挡风玻璃都被沙粒打出了裂纹。他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后防寒服脱下来裹在沈颖身上，又把仅剩的半瓶热水递到他们手里。他自己只穿着一件薄工装，脸被风沙刮得通红，耳朵和手背都冻得发紫，头发上全是黄沙。他用铁锹一点点挖开陷入车轮的沙子，狂风卷着沙粒打在他背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蒋安然要帮忙，他却一把把他推回车里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：你带着小颖待着，别出来。等终于把车开回基地，陆泽的手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，脸上也被沙粒划出了好几道血痕。那天晚上，蒋安然在医务室里给他涂冻伤膏，看着他肿得像馒头一样的手背，声音忍不住发颤：你疯了吗？黑风暴里开车多危险，你不知道吗？看着他脸上那些渗着血的划痕，手微微发抖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又酸又软。他低着头，声音很轻：陆泽，你没必要这样。我愿意。陆泽看着他，我知道很危险，但我更怕你们回不来。他顿了顿：安然姐，我喜欢你很多年了，从你刚进基地，穿着白大褂站在实验室里，眼神亮得像星星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。我从来没想过要逼你，也不想取代任何人。声音低沉而认真。我只是想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都有我挡在你们前面。你搞你的科研，我守着你和小颖，这样就够了。蒋安然拿着棉签的手顿住了，一滴滚烫的眼泪落在他冰冷的手背上。他没有说话，却轻轻握住了他冻伤的手，指尖传来他微微的颤抖。陆泽愣了一下，随即反握住他的手，眼里泛起了温柔的泪光。真正让他动摇的是几个月后的亲子运动会。
学校要求父母一起参加亲子项目。蒋安然看着通知犯了难，不想让女儿失望，却不知道该找谁。没想到放学回家，沈颖却一脸开心地告诉他：“妈妈，我跟老师说好了，我和你还有陆泽哥哥一起参加。老师说可以的。妈妈，陆泽哥哥很好，他对我好，对你更好。我知道你以前不开心，可是跟陆泽哥哥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笑，会很开心。我不怕了，我想让你也有人疼，有人照顾。”运动会那天，阳光正好，陆泽陪着他们母女俩参加了2人3足、接力跑、亲子拔河。他会在沈颖跑不动的时候放慢脚步，会在蒋安然差点摔倒的时候稳稳扶住他，拿到第1名的时候把沈颖举起来，笑得一脸灿烂。周围的家长都笑着说：“你们一家3口感情真好。”蒋安然没有反驳，只是看着身边温柔笑着的陆泽，嘴角也扬起了幸福的笑意。运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是蒋安然的35岁生日，陆泽没有搞盛大的表白仪式，只是做了一桌子他爱吃的菜，给沈颖做了最喜欢的草莓蛋糕。吃完饭，沈颖很懂事地躲回了房间，把空间留给了他们。陆泽给蒋安然端来一碗阳春面，是他家乡的味道，汤头熬得奶白，握着2个荷包蛋，撒上一把葱花。师傅，生日快乐！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想逼你做任何决定。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你不用有任何压力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，陪着小颖。蒋安然看着碗里的面，又抬头看着他真诚的眼睛，看了很久。6年里，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压力和孤独。回来后，他一个人扛着所有的风雨，拼尽全力给女儿撑起一片天。他习惯了孤身一人，习惯了做无坚不摧的蒋专家，却忘了他也可以有一个依靠，也可以有人疼，有人护着。他笑了，眼里闪着光。陆泽，那以后就麻烦你了。陆泽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，眼里瞬间迸发出耀眼的光，激动得手都在抖。师傅，你是说真的？是真的。他们在一起后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，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和默契。陆泽始终把蒋安然的事业放在第1位，从不让他为家庭琐事分心，家里的柴米油盐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沈颖的学习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从来没有让沈颖喊他爸爸，哪怕沈颖主动说想喊，他也只是温柔地摸着他的头说：“你只有一个爸爸，他给了你生命，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喊我陆泽哥哥就好，我会像爸爸一样保护你。”他用最温柔的方式守护了小姑娘心里最柔软的角落，也彻底治愈了她对亲情的恐惧和不安。蒋安然也慢慢放下了心里的防备，学会了依赖，学会了示弱，会在加班回家后靠在陆泽的怀里说烦心事，会在周末和他一起带着沈颖去戈壁看星空。戈壁的晚风吹过小院的围墙，带着胡杨的清香。蒋安然靠在沙发上，看着陆泽陪着沈颖在茶几上拼航天模型，2个人凑在一起小声讨论着图纸，时不时传来一阵笑声。他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嘴角扬起温柔的笑意。他曾以为自己这辈子只会有科研和女儿，却没想到兜兜转转，他还是遇到了那个能懂他的坚守，敬他的风骨，能为他遮风挡雨的人。戈壁的夜空完全暗下来，繁星密集地铺满天穹，银河横跨夜空，小院的暖黄灯光在广袤的黑暗里显得微小却无比坚定。原来新房不是被拆掉的，是被日复一日的温柔慢慢武化的。这世上最深的守护，不是誓言，是从未缺席的每一天。晚风吹过，岁月温柔，人间值得。